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要把它挖出来。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，经费不够，放下了，就是没有救济。秦总，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，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，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，在采样的过程中，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，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，就又放下了。我们就想办法，那就向外扩展，啊，到外地装库去。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，你这没有穷尽吗？真的，秦总，我是真的明白了。我谢谢你。这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，就是2个关键词，第一个是穷尽，就是这个标准。你这个案子没有破，就是公务没下到，明白？我们就是公务没下到，就不要找借口。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，啊，平心而论，这个。我这个眼界就不行，就不愿意换思路啊！你比如这2年我们做的这个，就树城这条线做不下去，往下查不了，就往上查，这还是在面上啊，在弄。这思路下去呢，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，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。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，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。就是这样。好，行了，来，又成工作会了，吃饭。来，动筷子，来。涛队，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？怎么又吃上了？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？我从警30年，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，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。这个案件，却是最令人发指，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。这一切罪恶，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。11名年轻女性，最大的29岁，最小的才8岁。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，杀人、强奸，还损害尸体，有的割掉乳房，有的砍掉手。自此，梁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。我不能想象，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，
多么丧心病狂，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？秦总，哎，你们来了。梁帆，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？情况不是很乐观，啊，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，当地不配合，抵触情绪很大。帮他们办案子，他们还抵触。先开会，先开会。啊，秦总这边，这个案子的情况呢，我们都看过了，大家不要有顾虑，啊，第一呢，我们不是来追责，第二，我们不是来抢功，案子破了是你们的，我们是来指导工作。梁城案呢，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，啊，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。大家可以说说啊，可以畅所欲言，啊，说说。海部局长，关于这个案子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先说说。钱总，跟你们说心里话吧，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，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。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，压力太大了。我们能想到的、用到的办法都想了，也用了，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，不要说挖地3尺，就是30尺，我们也挖到了。但是人还是没找到。28年了，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，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，心里也很憋屈。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。专家不是没有来过，来了一波又一波，可结果呢？一次次的燃起希望，又一次次的破灭。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，都快30年了，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，还怎么破呢？不光现场没了，当年搜集的检材，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，用一次少一次，也没做出什么结果，检材也快消耗完了。不是我们没有信心，实在是已经绝望了。为啥呢？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？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。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，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，瘫痪在床，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。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，可结果呢？明明要好了的伤疤，为啥要把它揭开嘛？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，已经14年了。我说实话，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，死了这个哈怂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帮人破个奸案，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？受点挤兑也就算了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？再试一次也不行吗？他们现在这个状态，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。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，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。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，多年以后结痂了，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，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，
这什么好吃的？这么香。雷主任，哎，雷主任，你正好过来了。来看看。啊，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。那这是一些照片。哎，雷主任，这张照片还有你呢，您这会儿还挺年轻的。还有你爸。哎呀，一晃这10多年都过去了。雷主任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这个人啊？我们这不是老范吗？我梁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。这个人很专注，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。哎呀，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，差不多。老范，是不是叫范守良啊？对，你认识啊？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，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。能联系到他吗？能倒是能，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。他怎么住养老院啊？没有儿女吗？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秦总，那就是老范。哎，这就是老范。对。哎呦，这个变化太大了。老范，老范，老范，我老雷，你怎么不认识我了？老范，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。你好，老范。师傅，我送信，师傅不害怕啊。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是谁呀？省厅来的，帮我们破案的师傅。破案？对，抓凶手。抓凶手的。抓凶手。来，师傅来，起来，来，哎，老范，你这人怎么了？这是？秦总，雷主任，我师傅老范。我多少年的老朋友，这怎么搞的？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，什么也记不得了。抓凶手。但是还记得案子。帮不上忙了。师傅，走，我把你扛回去。回家喽，回房间喽。抓凶手，走，抓凶手，哈哈哈哈。哎呦，抓凶手。梁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，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，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。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，用现在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，直到1988年5月26日。你不能这样啊！受害者才23岁，身中26刀，颈部被切开。她很漂亮，喜欢受苦。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。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，得了抑郁症自杀了。2年前他妈妈也走了。他哥哥把3人葬在了一起，说一家人要在一起。那个时候，整个梁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个，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。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。一开始，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，动用了大量的警力，调查他被杀的原因，仇杀、情杀，还是谋财害命。那个年代，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，也没有视频监控。查了几个月，什么都没查到。谁也想不到，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。
再发案是6年后，1994年7月，凉城供电局宿舍，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。怎么了，师傅？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？死者也是身中36刀，而且颈部被拉开了。你是说，这是连环杀人案？我也不知道，一种感觉吧。为了早日破案，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，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，但是侦查了很久，依旧没有进展。谢谢啊。老百姓有怨气，骂我们支持干饭。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？要馒头还是要面条？2个馒头就够了。不好意思，警察同志，这2年闹灾荒，一人只能1个馒头。当时没并案？当时的条件太差了。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，法医提取到了肩斑，获取了 DNA， 没找过你们并案吗？找过，那个案子是97年的，当时检测条件不行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，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。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凉城人，可就是找不到。后来没想到，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来凉城，他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，也是他最疯狂、最残忍的一年。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，疯狂作案2起，一时间，整个凉城人心惶惶。以当时我们凉城公安的经验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，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，无能为力。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，没有事儿，只要有线索，回家啊，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。好。98年，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，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，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。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。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，都出去了，快要神经了。喂，凉城市公安局，小宋，供电局又出事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好，师傅，我马上过来。我的孩子，别哭了，孩子们，起来，别哭了。师傅，别哭了。他还是个娃娃，才8岁。8岁，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。这个女孩也是凉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。犯罪嫌疑人杀完人，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。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。这不安全，早点回去啊。好。同一个单位，连续出了2条人命，这才是个孩子。巨大的恐惧笼罩在凉城人的心头。从那以后，凉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。来了，啥事儿这么急啊？哎，好好的头发，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？全凉城的姑娘都在剪呢，我们能不剪吗？才剪我可是命都没了。刚才还有人把我和然然都跟上了，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？我给你爸打电话去。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他天天出去抓人。这么些年了，抓到了吗？哎呀，
从那以后，我师傅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，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。哎，你们家的门换了吗？换了，换了。哎，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。哎，你们家这门不行啊，太薄了，一脚就踢开了，赶紧加厚啊！我这边连门也得换呢，你说？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，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？都说这杀人魔呀，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，来无影去无踪啊。你还是换了吧，这门呀肯定顶不住。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、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？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。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？他这个人连8岁的娃娃都不放过，他想杀人，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，你就能定了？安全第一。哎，我们良辰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，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3班倒着值班，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。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你的钢笔掉了。哦，谢谢了啊。不客气。姑娘，等一下。来，把你的头发绑上，要注意安全嘛啊！谢谢。走了。知道你在哪儿，你不要太得意了，我一定要抓住你！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哪儿，我一定要抓住你！从那以后，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，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。直到2000年的11月，他又动手了，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，还带走了双手。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。我记得特清楚，01年的2起案子，他是连续2天做的案，对吧？是的。01年5月22日。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。喂，梁山市公安局。什么？听不清楚啊。喂，你说清楚啊！来，给我。喂，你是要报警吗？报警？你家住什么地方？水门路吗？是。啊，是这。我说几个地名，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。同光大院、电机厂、农委大院。2单元201。好。
知道了。那个护士很顽强，一直撑到了医院，但最后没撑住。临走，他说了2个字：长头发，本地人。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！很快，上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。在以后的几年中，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，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，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，扩大外延排查区域。对我们梁城3县2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2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，展开拉网式排查，但始终没有结果。02年，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，从此销声匿迹。2003年，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，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，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，暗印指纹2100余枚，指纹信息查询4万余次。这一年，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，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。打指纹这件事儿，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。大拇指要按，每个指头都要按。大拇指要按，每个指头都要按啊！那个年代，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，一枚一枚的看。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、按手印儿、立军令状，如果有漏掉的，直接拖警府。期间，经专家比对，确定元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。04年8月，省厅将梁城、元山2地案件并案，称梁元805案。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，并发出悬赏。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。专家们也尽力了，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。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了。我师傅不愿意放弃，开始用最笨的法子，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，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。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，几次闹着跟他离婚。师傅，敬您一杯吧。您随意，我干了。师傅，今天这个酒，我想跟您告个别。怎么了？你要调岗吗？我不想干警察了，我想换一行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，各种法子都想遍了，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？
我理解，你还年轻呢，啊，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。来，把酒端起来，来。师傅祝你以后的路啊，都是康庄大道。师傅，你也退了吧。尽人事，听天命。人斗不过天，算了吧。我呀，60都过了，要是退，早就退下了。干了一辈子刑警，案子没破，这辈子就白干了。话是这么说，这么多年了，换了那么多领导，来了那么多的专家，都破不了这案子。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？案子一定要破。案子不破，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。只要有一个人盯着，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嘛。啊，你也不用劝我了。只要我活着，我就要去破这个案。如果我死了，案子还没破，有一天破了，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。我是认真的啊。来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波激流，历经苦难知且不改。难得很。师傅，我一定要把你抓住，一定要抓住你。我知道他在哪儿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您慢点，师傅。往这儿走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你是谁？怎么了，师傅？你到底是谁吗？您别吓我啊！宋旭啊！哦，小宋，我跟你说啊，就在这儿，
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，这儿人多，容易躲藏。哎呀，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。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，我们就在这儿等哦，我们就在这儿等，啊，一定把他等到，一定等到，一定要抓住他。我心里清楚，师傅已经魔怔了。为了他的健康，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。领导知道后，决定让他退休。你干啥去啊？我上班办案子去，啊。退休了办啥案子啊？我怎么能退休呢？你错了，我还没退呢。你等一下。这你的退休证？不是我的。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？你不要发神经了，好吧？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，你赶紧换衣服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得赶紧走，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。我不去，我还要找凶手呢嘛。找啥找啊？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，半辈子都找不着，到哪儿找去啊？找不着了，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他怎么能死的嘛？我要亲手把他抓了。你干什么？你闹够了没有？就是这个案子，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。我这是办案嘛。你看一下你现在，你像个正常人吗？你像个正常人吗？我让你找，我让你找，我让你找。哎呀，你这把这个辞了吧？我让你找，我让你找。哎呀，你，哎呀呀，你。你们看到了，我师傅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每年，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傅几次。师傅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。我知道，师傅是因为案子没破，案子不破，师傅是不会走的。你不是转行了吗？转行了，脱了警服，师傅就不认识我了。我穿着警服，您才认识我是吧？我现在能够明白，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案子破不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，真的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的灰暗下去，没有色彩。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，不敢打扮自己，不敢留长头发。28年了，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人心里的一个石头，一个伤疤。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。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，门不闭户，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，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，长发飘飘。我非常理解啊。我们这次
做这个结案攻坚，就是下了必破的决心的，让死者安息，生者安宁。秦总，你们的到来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。你需要我们做什么，我全力配合。好。老范，我帮你吧。啊。你干啥呢嘛？我是秦川，这次结案攻坚战的总负责人。抓凶手！抓凶手！秦总，那个档案袋里装的是什么呀？